台币暴力升值10%，我妈什么都没做，就只是满手台币，结果竟然还比我在股市里面进进出出赚得还多，这还有没有天理？那台币现在到底是怎样？强到有人说它已经快要变成亚洲最强货币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是不是该趁现在赶快把机票订好订满，飞日本、飞韩国，出去大买特买一波？还是该趁现在多换点美金、港币，之后肯定大赚？先别急，台币一直升值，就一定是好事吗？如果你是个冷静、理性的投资人，你更思考的关键问题是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要一起来拆解台币为什么会升值，背后推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对股市、房市，还有你我日常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台币升值是什么意思？升值和汇率的关系是什么？其实升值的概念很简单，你走进一家换钱的银行，准备要出国玩，过去你可能要拿出33块新台币才能换到1美元，现在只要30块甚至29块就能换到了，这就是台币升值。也就是说，你手上的台币变高级了，变得比钱更值钱了。讲得更白一点，就像以前你要用3张钞票买一杯美式咖啡，现在你只要拿出2张半就行，等于我们出国变便宜，买进口东西也比较不会心痛。那么为什么汇率会变动？这就跟市场上的买卖力量有关。如果外资看好台湾，大量把钱汇进来买股票、买房子、买公司，就会增加台币的需求。需求一多，价格自然就涨，这时候台币就升值了。反过来，如果国际资金大量撤出台湾，要换回美元离开，需求少了，台币就贬值了。但市场不是永远自由的，有时候政府也会介入。例如，如果台币升太多，可能会让出口产业受伤，因为台湾的东西变贵，外国人买不起。这时候，中央银行就可能出手，透过买进或卖出美元，来控制汇率不要变化太剧烈。不过最近这波升值，央行反而比较没有出手干预，让市场自己决定方向。这让很多人好奇，升值是自然发生的，还是背后有什么更大的棋局正在下？为什么会升值？台币到底为什么会升值？来，我们慢慢说。首先是市场的心理影响，川普一上台，把对等关税搬出来，要跟全世界重新谈一轮贸易协定。市场一听到这个，全乱了。出口商开始怕货卖不出去，就把手上美元拿出来换回台币，先落袋为安。投资人也担心美元持续贬值，虽然能赚到美元3至5%的定存利息，但汇差可能赔更多，所以把钱转移到比较稳定的亚洲，尤其是台湾。资金大量流入台湾，对新台币的需求变高，自然汇率就往上走了。这就像夜市的芒果突然卖得特别好，摊贩开始缺货，芒果价钱当然就飙了起来。台币也一样，需求一多就升值了。接下来是美元自己也在走弱。你可能会想，美元不是全世界最强的货币吗？曾经是最强没错，但最近美国的物价高涨，美债的信用受到严重怀疑，导致美债滞销卖不出去。川普的政策又总是来得又快又尖锐，既然有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在，就会导致美元吸引力变差。全球资金开始离开美元区，离开后会去哪里？美元所有货币中量体是最大的，一旦产生流出，就会有大量资金往世界各地去做风险分散，包含亚洲货币像是日元、韩元、台币就一起水涨船高。这波台币的升值特别猛，4月底甚至一天内升了快1元，创下近3年新高。高盛的分析师直接讲，这波升值不只是短期波动，后面还可能继续升，因为美元转弱是长期趋势。再来就是中央银行，大家知道央行其实平常会出手调节汇率吗？如果台币涨太快，他们可能会偷偷跑去买美元，卖台币，让汇率稳一点，不要影响出口。但这次央行明显低调了很多，这种做法在金融圈里被戏称为放手让台币升。为什么要放手？有个说法是，美国会盯着各国汇率看，哪个国家操纵汇率太明显，可能会被列入汇率操纵国。台湾当然不想被点名，所以这次干脆就低调一点。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很快出来说明，没有放手，也没有受到美国要求升值。他3次强调，真的没有这回事。他说这波升值是市场行为，不是政府刻意引导。讲到这里，有个网络谣言，我们也要顺便破解一下。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有人说川普要逼台币升到13.3？听起来好像我们的钱会变得超值，但其实这只是媒体根据一个叫大麦克指数的理论计算出来的推估值，说新台币被低估59%。这个数字不是川普说的，也不是美国官方的目标，更不是什么协议的内容。央行也出来澄清了，这是假的，大家不要被吓到。不止央行，
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说，目前汇率还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，没有发生什么大危机，一切都在预期之中。最后，有人说会不会川普下一步不打关税战，而是来个汇率战？这倒不是没有可能。外贸协会董事长黄之芳就说，台湾应该利用这个升值的时机去做一些海外布局，甚至考虑设立主权基金，来强化我们的经济体质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可以明白，台币升值这件事背后真的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，是出口商结汇，是美元走弱，是央行不太插手，是大家对国际局势的担忧，也是市场情绪的一种反应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投资策略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，连结在下方资讯栏里。当然也可以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看到未来有可能会用到的内容，可以在喜欢的影片点赞，让系统储存你的喜好。若你不知道如何学习让自己更有投资眼光，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，让小帮手给你建议该从何着手开始学习。台币升值对房市有什么影响？我们先来看建商。盖房子需要很多进口材料，比如电梯、中央空调、部分装潢建材等等，这些很多是从国外进口来的。当台币升值，建商用台币换外币变便宜，买这些材料的成本自然就降低了一点。但你猜建商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调降房价？很可惜，不会。因为在房市这一块，建商考虑的不是只有成本，还有市场的需求、房价的行情、政府政策，甚至是现在降价会不会让客户觉得之后还会再跌。所以台币升值对房价的影响，最多只能算是间接的利多。那实际上，最近的房市有比较热吗？根据住商机构的统计，2025年4月，6都的房屋买卖已转动数总共只有16876栋，比3月还少了7.3%，跟去年同期相比，更是大减26.3%。这代表什么？就是房子虽然还是有人在卖，但愿意出手买的人变少了，买气变冷了。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？简单来说，不是因为台币升值没效果，而是因为信贷政策的收紧让很多人买不起或者不敢买。从2024年开始，央行就针对房市连环出手，像是高价住宅贷款限制、第二户房贷成数下调，让原本想投资第二间、第三间房子的资金被卡住，很多人选择观望，而且利率也没降，房价本身基期又很高，让真正想买自住的人也在犹豫。所以现在的房市状况就像是这样，台币升值让原料便宜了一点没错，但买方却不进场，大家都在等，看会不会跌，看利率会不会松绑。建商呢，因为拿地成本高，还是撑着不降价，于是整个市场就这样卡住了。那么除了房市，台币升值对股市又有什么影响？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数据：2025年4月，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33.18升到32.01，甚至盘中一度出现了久违的29字头，这在金融市场上算是非常剧烈的升值，单月升超过3%，而外汇市场当月成交量更是冲到394亿美元，是今年的高点。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，但对出口导向的产业来说，这其实是一场危机。尤其是像联发科、大立光这种接单都是用美元计价的科技公司，当他们收到了美元兑换回来变少了，获利自然就被压缩。联发科自己就说，新台币每升值0.1%，他们的获利大概会少掉4489万元。大立光也估算，每升值1%，每股盈余就会减少1.33元。这对投资人来说不是小数字，因为这代表公司毛利变薄 ，EPS 变低，股价也可能因此承压。而且这次升值并不是因为外资热钱涌进台股，而是川普提出对等关税政策后，市场开始调整资金部位，加上月底很多出口商集中结汇，让台币短时间内快速升值，反而造成外资有点不敢积极进场。这对股市来说并不是正面的讯号。国泰世华的分析师王建仁就说了，如果台币升值还控制在5%以内，大家还撑得住；但如果突破30元这个心理关卡，那几乎所有出口产业都会感到压力，到时候央行也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所以综合来看，对房市来说，它可能让建筑成本变低一点，但在信贷紧缩、房价高涨的环境下，对买气的帮助不大。而对股市来说，它可能代表热钱进来，台股上涨，但如果升值来得太快、太急，又会伤到出口产业，反而成为一种压力。换句话说，台币升值这件事不是绝对的好消息或坏消息，关键还是看升值的速度有多快，政府政策怎么因应，还有资金最后流向了哪里。至于我们一般人在看这些指标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顺便观察一下身边的房价有没有松动，股票有没有开始盘整，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几个月经济气氛的小线索。为什么寿险业压力山大？我们先看国泰人寿，根据他们2024年第4季的财报，只要台币对外币升值1%，他们就可能损失154.6亿元。反过来，
如果美元升值1%，他们就会赚进75.9亿元。这句话听起来复杂，我们把它翻成白话，就是国泰人寿的命运绑在美元身上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寿险公司要绑在美元上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买保险缴的保费，寿险公司不会傻傻把钱放在银行睡觉，他们会拿这些钱去投资，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投入到海外的美元资产，像是美国公债、美股或其他外币计价的投资商品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赚更高的利差，帮公司获利，也帮保护创造长期收益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些资产是用美元计价的啊。如果你持有的资产还是100万美元，可是台币升值了，那当你要把这100万美元换回来，用台币表示时，就会变得比较少，资产价值在账面上直接缩水。就像是你去年买了一栋在美国的房子，价值50万美元，当时1美元换30台币，所以你那时候账上是1500万台币。结果今年台币升值到1美元换28元，现在这栋房子的台币价值只剩下1400万了。房子没变，但你的账上资产看起来少了100万台币，这种就是所谓的汇损。这还只是国泰人寿一家公司而已。我们再来看星光人寿，根据他们的财报，如果美元对台币贬值1块钱，就会造成194亿元的损失，而如果台币升值1%，也会损失63.6亿元。你看，汇率变动每个小小的1%，背后就是数十亿的冲击。南山人寿呢，他们模拟了一个外币对台币贬值5%的情境，结果损失竟然高达409亿元。他们也承认，这些计算虽然还没扣掉一些避险工具的影响，但这个数字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寿险业处在一个高度依赖汇率稳定的环境里，一旦台币突然升值，寿险公司就会感觉像在玩高空走钢索。唯一比较不一样的是富邦人寿，他们的报告指出，如果台币对所有外币升值3%，也会损失195亿元。但是有趣的是，他们还有一间韩国的子公司韩国现代人寿，竟然在韩元升值的情况下，还能赚进111.8亿韩元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人家在资产配置上比较分散，不像台湾寿险业那样重压在美元身上。这样的现象，其实连国际媒体都看在眼里。金融时报在2024年初就已经发出警告，说台湾寿险业的偿付能力过度依赖一个假设，那就是央行不会让台币大幅升值。寿险公司等于把整个风险管理压在台币稳定这个前提上，万一美国政治风向变了，或者像川普这样的总统重返白宫，对台湾贸易施压，那台币升值的可能性就变大了，寿险公司就可能面临账面资产大幅缩水、倒闭，甚至被并购的风险。而且这还不只是看起来比较穷而已，这些账面损失会直接影响到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，也就是他们未来有没有能力履行对保护的承诺。一旦偿付能力不够，金管会就可能要求他们增资，或者限制他们贩售某些保单，甚至还可能出现保护担心我的保险金领不出来的恐慌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很多寿险公司为了避险，会去买一种叫做外汇避险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东西，简单来说就是保险的保险。但这些避险工具要付出代价，避险成本。根据保发中心的资料，2023年寿险业的避险成本高达3576亿元，占总避险部位报酬率的6.84%。台币升值越快，波动越大，避险成本也会飙高，这对寿险业来说根本是双重打击。所以，台币升值对寿险业来说会导致账面价值下跌，避险成本上升，偿付能力下降，还可能影响到未来新保单的发行策略。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被好好控制，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不安。而且我们的保单、退休金，甚至未来的保障，都与这些寿险公司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。寿险公司真的发生什么巨变，我们也可能会受影响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，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。这是我的理念，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